啊，髋弓，然后要往巽弓走，属腰了。转身后转，护脸带。你们注意这个地方它的腰的使用，这里腰的使用是这样子的，啊，比较小的。接下来一上步，这个腰的使用是一般的腰，你看这是比较大的，腰拉起来落下。这边腰的使用，右边的腰伸展出去，劈，拉回来，蹬。你看这一落，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腰活动啊。接下来上，这也是一个，这是比较腰一沉。右边的腰一沉，到这边推窗望月啊，所以这段里面，因为你们要知道腰的方向有很多种的，是不是？腰有直上直下的，有横的，有斜往上的，有斜往下的接腿的，所以腰的方向有很多。这几个动作里面包含了腰的几乎所有的运动方式啊。以前我学这个拳啊，师傅他不讲这个的，他只说啊，这是属腰的，那是属什么的。这个拳里面的招式，每一个招式都属于一个功，你自己去找，你自己去找哪一招是属于哪个功啊？我找半天，我练了找半天，后来才发现到哦。原来这个到那边这一段全都是腰的，这边到腹这一段全都是腹，全都是属腹的。接下来要到对弓，属肺的这一段全都是肺的。所以这套拳它设计的是一段一段的，所以它很好记。你们要练的时候啊，起势到经济独立，这是一段。或者你到这个地方分段也可以，然后用经济独立来做衔接，这是一段，这一段就可以当做一套什么？当做一套短小拳，它本身你就可以当做是一套小拳来练，它是比较什么？比较综合的。你看它的动作属于比较中路的。啊，然后这里到腹这一段是一小段啊，从这边这是一小段，这边到腰又是一段，以后从这边到对弓到肺是一段，所以这套拳里面虽然有那么多招式，可是它都是一段属于一个啊，有属于两仪的，属于这个弓的，属于那个弓的属于头的，就是用头的部位啊，所以它非常的明确。这套拳是逻辑性非常强，你搞懂了这套拳就很好记。很好记，它不是乱的啊，这样不懂啊？所以你们懂了这个以后，练完这个炮拳，你懂了以后它是什么以后，你去练那些长的拳，比方讲你练你练杨氏太极拳108式或者110几式，或者你练80几式的都没关系。那现在编的它比较没有这个观念，编出来的东西啊，那个逻辑性比较差。可你去看传统的啊，108式的、110几式的，它的第一段是练什么？第一段的逻辑在哪边？第一段是在练什么？第二段在练什么？第三段在练什么？
中间衔接的是什么？第一段里面哪些地方跟你唱歌一样嘛？哪些地方是要换气的？你读文章一样，哪些地方是逗点？哪些地方是句点？你可以分得很清楚。好的拳，传统的好的拳，这些地方它给你分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去练，你练完了，你把套路练熟了，练完了以后，你就去找这些东西。哦，这趟拳它是这个样子想的，它是这样子的，跟唱歌一样嘛。你要知道什么地方换气吧，哪边是一段吧，是不是这样子？哪边是一句嘛？你把这个先搞清楚，你再唱啊。那就是比较好的歌。有些歌一口气唱好几个小节，那就拼看谁的气长啊，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唱的所以你们练这个拳去注意一下，就是真正好的拳，传统的好的拳，绝对有这样子的特色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好，为什么比较不喜欢练现在编的东西现在编的东西没有这个想法那个编的人的深度没有到这个程度，听不懂跟你读文言文跟读白话文一样，白话文就是他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就这样子，没有了，是不是？你读文言文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探讨，它有很多的深度文字有文字的学问，音韵有音韵的学问，里面要传达什么？那个比喻有什么？比喻是什么比喻的？典故是用的什么典故？就它比较深厚嘛，那个写的人的背后的知识量比较多听不懂？那现在白话文写的东西，那个作者背后的知识量比较少，所以就比较淡，没有什么深度。可是你们看，当初民国初年时候一直到就是接受过古典教育，后来转写白话文的，他们那个白话文，它背后的东西也多，那个厚度还在好，有问题吗？标的如果是一般路平均的，那我的中心是在中间，我这边的是50%-50%。那我如果是偏右，我是不是身体稍微坐在这个？你的腰可以移，腰可以平移过去。就我就算弄成这个样子，它一样是平均的，只是我的腰是从这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我的腰从这边移到这边，这个并没变。不是说这边的不是，它不是从这个变成这个，没有对，所以它叫偏马步嘛。偏马步，它还是马步，还有问题吗？还有别的问啊。iPhone 超痒，我经常在电梯有镜子看，我就如果这边松掉，我常常一拜这个事，就头会歪脖子会歪。对，所以我后来想，是不是我中线我要拉好之后，相对这个中线我就拉手，但那个中线是要先建立好。对，中线建立，然后要松，
你会偏，是因为你的肌肉紧了，肌肉紧了，上举的力量，因为肌肉紧嘛，那个力量把你推偏了啊，所以中线放好拉起来。那你说中线在就是对吗？也不是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要牵引到嘛，你要牵引到，我要牵引到，我这个是要牵引到，我起来以后，我光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牵引到啊，我这一段我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必须什么？我必须第一个转过来，第二个这边落下去，你看，我要这个，我要尽量改变，你看，我要改变里面很多的姿态，让这里可以牵引到，这样不懂？你要改变很多肩到胸到肋骨，每一个肋骨的调整，每个肋骨的调整，然后这边的调整，最后到那个力量，哎，那个力量到这边来了。可是那时候脊椎还是直的吗？不是那么直，因为你有细微的调整，晓得吗？因为你光是一个正的姿态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这样有没有懂？一个很正的东西，它们相互之间是影响很有限，就是因为它们都很正了嘛，每一个负责什么都很清楚了，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一个稍微不正的时候呢，这边就要帮忙来做这个事情，做一点这边要帮忙来做一点这个事情，要把那个稍微不偏，要把它维持住，跟写书法一样嘛。因为楷书每一个都是平衡竖直，那看起来就很笨呐。那你有一个写歪，稍微斜一点，你下一笔就要想办法把它调回来嘛。所以这样子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动态了。里面才有力量在走，晓得吗？所以要牵引，要达到牵引，你那个力量要牵引到哪边去？表示什么？表示里面要动，里面要动，它就不可能完全的正，听不懂？啊，那这个是很细微的，啊。练熟了以后，身体都关节松掉了以后，慢慢你才能在里面来找啊，那很好啊，这是你们练到后来是要去追求的那个身体比较细微的调整啊。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